你又认了10万两银子啊？哎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咖喱那小子才4品官，他就认了10万两，其他1品、2品也争认了12万、15万。我贵为亲王，怎么也不能比他们低呀！哎，太没面子了。那您真准备把这20多万两银子都拿出去吗？才不呢！我跟大臣们商议好了，等筹措完了以后再给他们，先给他们3成，其他的半月后再付。点将不点兵，带几名奴才农民去打仗，哪能打胜啊？7万两银子白花花的都扔进了大海了。嘿，你说这朝廷没有银子，就打咱们亲王大臣的主意，你们说这是什么道理呀？这怎么能怪皇上呢？短短数月，兵乱就已蔓延至11个省，国库这点银子，你们说他能扛得住吗？早就说不应该撤藩，可是皇上他不听啊！哎，没错，只要长江这一失守啊，叛军就长驱直入，京城就保不住了。皇上刚愎自用，我们就要国破家亡了。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，难道就让他们这么给败了？哎呀，说的就是啊，就是。根据目前的形势，这国未必不能保，这仗呢，可也未必不能停啊。哦，康王有何高见？据西藏送来的折子上看，这吴三桂他未必没有求和之心呢。您说是裂土罢兵？可是那皇上能同意吗？是啊。汉朝景帝时，也曾有藩王作乱。当时有一大臣，名叫晁错，他就向景帝建议立地撤藩。可是景帝为了平息这藩王的不满之心，景帝竟然把晁错给杀了。康王，您说罢了玄武，令君主再跟吴三桂分疆而治，半壁江山，换来喘息之机。我们再谋定而后动，这只怕是保住大清、保住大家家财的唯一办法。只是这事非同小可，本王的意思还要和其他大臣们商议一下。这件事情不能耽搁太久，否则一旦土海兵败，吴三桂的兵马还没打到京城，只怕这京城就已落在布尔尼的手里。奴才叩见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土海，兵点了吗？点了，共有10873人。那军饷呢？军饷，大臣共认借1500万两。收到的有多少？大家一时拿不出全数，现在收到的只有500万两。够用多久呢？大概15天左右。好，太好了。娘娘，奴才不明白，请娘娘示下。这仗打的是士气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既然只有15天的军饷，那就得破釜沉舟，有进无退。众将士必定会奋力而战，此仗就有胜算了。娘娘深谋远虑，奴才佩服。再说，如果15天内还没有捷报的话，朝廷也就挺不住了，大事休矣。娘娘，15天之内听奴才捷报。好。这土海已经出兵10天了，按说两军已经开始对垒了。大家都知道土海此行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，哪有什么胜算呢？
听说吴三桂又占了2个城池，马上就要渡江了。看来这个长江天堑，怕也支撑不了几天喽。哎呀，我跟大家都商量过，他们都说康王所说的可能是保家卫国的唯一办法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昨天皇上不是已经退热了吗？怎么今天又烫起来了？回皇后娘娘，臣曾经说过，皇上所患之病乃是心病，郁结不除，阴阳不通，所以才这样反反复复。臣等已尽所能，望皇后娘娘恕罪。可以了，反正再过2天就知道是成是败。等大势已定，皇上就不用忧心了，就可以痊愈了。退下吧。这臣告退。别担心，好好养病吧。外面一切都很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帮你应付。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叔叔请起。谢娘娘。怎么了，叔叔？皇上还好吧？好一天，不好一天。怎么了？土海方面还没有消息吗？已经14天了，明天我们就弹尽粮绝了。叔叔眉头紧锁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已收到消息，8位铁帽子王正从盛京兼程赴京，估计明天就会到。8位铁帽子王是功勋显赫，地位尊贵，从不离开盛京半步。这次南来，所谓何事？你还没想到吗？是逼宫来了。南方与吴三桂一战，败讯频传，北方又有蒙古作乱，大清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。朝中越来越多的亲王大臣暗地里议论，说要废掉皇帝，再以半壁江山跟吴三桂议和。只要有人带头，大家必定会一呼百应。8位铁帽子王就是为此事而来的。据说是杰叔请他们来的。杰叔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无能为力。朝廷四面受敌，皇上却一病不起，朝中一切事务全没有人担持。你说这还有指望吗？要逼宫了，要换万岁爷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！听说啊，明天土海将军还没有捷报传回来，那一切就都完了。可是万岁爷还在病中，这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哎呀，梁公公，请你行个方便，我想见皇上。哎呦，不行啊！没经通传，奴才怎么敢让您进去？你认识曹寅这么多年，曹寅是怎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是绝对不会加害皇上的。这个奴才明白，
可是梁公公，曹寅是皇上的好伙伴，从小就在一起。皇上是吃我额娘的奶水长大的。说句犯上的话，他就同我的亲兄弟一样。他病了，我只想看他一眼。求求您了。你是最强的，从来都是最强的。你战胜了斗阵，战胜了苏克萨哈，战胜了鳌拜。这次，你也同样可以战胜你的敌人。知道你现在的敌人是谁吗？就是你自己。振作起来，战胜自己吧。顺之言，你在天有灵，求你保佑我们的皇上，保佑我们的大清吧。我知道你能行。你一定能行的。继承帝位，是你皇阿玛一生中对你唯一的请求，唯一的托付。现在你的命，我的命，我们全家人的命都落在你的手里。未经雕琢之归玉，假以时日，必胜唐宗汉武。天下在皇上之手，必得盛世。额娘对不起你，额
娘不能看着你坐在太和殿上，指挥众臣，治理天下。我的儿啊，娘知道你肯定行，肯定行。梁九公，皇上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可好了？给朕一杯粥饭，很多的粥饭。万岁爷，你可好了？快去吧。是不是找黄嬷嬷有话要说呀？黄嬷嬷，说吧。对不起，孙儿太自负了，三番一反，乱了方寸，失了信心。黄嬷嬷说的对，孙儿还太嫩了，不够成熟。孙儿的自负，把国家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对不起，黄嬷嬷千辛万苦把孙儿推上了皇位，可孙儿没有一天听过你的话。对不起。黄嬷嬷，孙儿辜负了你的期望，孙儿也辜负了天下所有人的期望。对不起。不准哭！作为大清国的皇帝，你不能流泪。来呀！孙儿啊，你在这慈宁宫里，你怎么撒娇都可以。你是黄嬷嬷最疼爱的孙儿。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，你就一直是我最疼爱的孙儿。谢黄嬷嬷。
心里再苦也得挺下去。皇上，皇后，明天有一事要你帮忙。好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涂海将军从西北送来600里加急战报。不是8位老王爷，是梁九公，梁公公。驾！驾！奴才，保和殿大学士，索尼之子索额图，给8位老王爷请安。你拦本王于马前，到底有何事情？回王爷，奴才奉皇后懿旨，请8位王爷到坤宁宫一聚。叩见王爷。王爷，皇上在里边等您呢。节书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，皇叔，你活得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件东西。很珍贵的东西，本来是属于我的，可是被别人抢走了。朕知道，这个皇位本应该是你的，只是黄马魔利用权术，强从你手里把它夺了过来，让朕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是这样。但我可以对列祖列宗发誓，当年皇阿玛在临终前，确实将帝位传予朕。
不过你们知道，朕从来就不愿当这个皇。既然皇上不想当这个皇帝，那还不如退下来。结束，请皇上退位。这是昨夜涂海从前线加急送来的。胜仗。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和8位王爷到。皇上吉祥。奴才叩谢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看到您精神焕发，奴才们也就放心了。你们西北涂海已胜，皇上也已经有了新的方略，要跟吴三桂决战到底。皇后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，很好，此仗必胜。有皇上在，大清必能长生。皇上国难当头，老朽虽年老力衰，但凭着这把老骨头，还能上战场杀敌，杀一个赚一个，杀2个赚1双。恳请皇上，就让奴才们参战吧！恳请皇上，就让奴才们参战吧！好，各位老王爷，心系社稷，世事难得，快醒吧！谢皇上。杰叔，你蒙蔽本王等一同谋反，该当何罪？该当何罪？各位老王爷，你们先息怒，此事朕自会了断。皇叔，涂海胜了，胜的是一场根本不可能胜的仗。涂海平的是一些家奴、农民，却能打败蒙古大军。现在我军上上下下士气大振，此刻正是反击吴三桂的最好时机。可是，如果这时朝廷中再有争斗的话，那我们就真的毫无胜算了。结束。皇上，皇上，朕意已决，众王爷不必多言。朕只希望你们尽心尽责，侍奉新主。一山不能藏2虎，一朝不能失2君。其实谁当皇帝都无所谓，只要天下能太平，百姓安康就行。既然王叔不愿退，那朕就退。不过，朕求王叔一事保老佛爷平安。朕
马上带着皇后及阿哥们返回圣津，终生永不入关。王叔，随朕来一下。只要盖上这玉玺，皇丈便可以公布天下，王叔便可以如愿以偿，成为我大清国的皇帝。绝无戏言，这8位老王也可以作证。侄儿在此对列祖列宗发誓，如有谋朝复位之心，天诛地灭。皇上，要三思啊！皇上。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死罪。皇上不但没有责怪，还受结束于皇位。皇上以天下为重，这份胸怀，这份仁德，结束实在是自惭形秽。奴才服了。今天，朕下了4道诏书。第1道，罪己。朕之过，是朕太心急了，太小看了3藩，结果让大家吃了一轮败仗，令千千万万的8旗将士战死沙场，其中有你们的家人、你们的兄弟，更让千千万万的百姓痛失家园，流离失所，妻离子散，朕罪责难逃。先帝曾说，当皇帝的非以治人，乃治于人；天下者，非一姓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皇帝只是掌管天下，而非拥有天下。朕令朝廷蒙羞，令天下蒙羞，实是朕的罪过，所以朕要罪己，赔礼天下。众爱卿，平身吧。朕的第2道诏书极小，朕曾答应过百姓，永不加赋，现在也不会再加。平天下，乃国得治，民能安。如果为了打仗而加重赋税，那民何以能安？那这仗就不是为了天下百姓所打，而是为了朕私欲所打。那这仗就是不义之仗，朕之师便是不义之师。所以，朕打算把后宫的宫银削半，一切起居使用礼制全部废除。什么8小节、8大礼，全都不要了，能吃饱就行。天下百姓都在受苦呢，那朕能一人享福吗？虽然这些都微不足道，
可朕还是希望6部重臣及各省督府能照此行事，减少不必要的耗费，腾出你们的银两，以供国用。第3道诏书，通知众将以及各省督府重用陆营汉军，作战杀敌。禀皇上，吴三桂揭竿反清，四川两湖大反响应者，尽皆汉人提督及陆营兵马。我们若重用陆营汉军，恐怕不怕。一直以来，陆营汉军地位低下，待遇微薄，从来不受重用。可一打起仗来，一切苦差都由他们来担当，而一切功劳都被别人拿走。朝中有很多像明珠你这样的人，从来看不起陆营汉军，对其加以怀疑，不能上下一心，共同作战，此乃打败仗的正解。皇阿玛一生至于满汉一家，却未能如愿。好，那朕就从陆营汉军开始。朕已下旨，陆营汉军从今以后自成一军，独立作战，提升陆营汉军将士军衔，与8旗相等，对有功者加官进爵，满汉不分。8旗、陆营均乃我大清之事，须合诸合作。若有满将不听令者，立斩。第4道诏书，分化3藩，招抚并用。自开战以来，我军连连战败，是因为战场过多，战线过长，以致兵力过于分散，未能合力围剿吴三桂。所以，朕下旨诛杀吴三桂金中质子吴义雄，同时放了尚可喜之子尚之龙，并自金银财帛。如果耿尚2藩能投诚自首的话，那朕将赦免前罪，视之如初。同时，那些跟随吴三桂谋反的提督将领，凡弃暗投明者，朕将既往不咎，给予保全，恩养安插。禀皇上，此计虽好，可收敌小我长之效，只是历史上降将遭诛者不计其数，唯恐秋后算账，所以他们不一定敢投诚。不会有秋后算账的，本王就是一例。皇上，容奴才跟各位臣工说几句话吧。这各位臣工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节书曾经联络朝廷重臣及盛京8位铁帽子王，对皇上进行逼供，犯下了10恶不赦的死罪。索额图，你说的对，这天下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容忍叛逆者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可是我们当今的皇上可以，否则节书今天就不会和大家站在一起。所以节书恳请各位臣工将这件事情昭告天下，让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心里明白，皇上是绝对不会加罪他们的。康亲王，朕没说要饶你。康亲王接旨，朕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任你为奉命大将军，马上赶赴浙江，统领江南一带所有8旗、陆营20万兵马。各军将领若不服，我猜忌，朕为你先斩后奏之权。去吧，给朕打个
大圣正法，皇上不知节书，谋逆之罪，反而以兵权相违。皇上之心，日月可照，实乃千古明君。请皇上放心，节书就是战死沙场，也要打败吴三桂，以报皇上圣恩。朕不想让你死，只要你打好这场仗，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。以后朝廷还要倚重你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渤海用家奴和农民都能打败蒙古大军，那区区吴三桂有什么可怕？只要全国上下一心，吴贼叛乱指日可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英雄美女自不成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，一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每一个人全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悔。寒光中见玫瑰，醒了心有水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为一个人全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